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北京台春晚的节目真是好看。经过40年的陪伴，春晚早已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成了除夕夜必不可少的年夜饭。除了歌舞、小品、相声、杂技等文艺演出，吐槽如今成为了春晚的保留节目。今年网友对于春晚的吐槽也是从央视春晚节目单发布之日开始的。春晚节目单发布后，与春晚相关的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榜，如春晚没有贾玲、张小斐、王宝强，春晚3个节目许嵩，春晚舞台赵丽颖，春晚有2个节目等。而除夕当晚，热搜榜更是春晚浓度过高。乍一看，微博热搜榜像是春晚专场掺杂了个别社会新闻话题。正如有网友所说，以前的小品还能记住台词，甚至还经常和小伙伴玩小品梗，现在看完，大年初一得想想，大年初二彻底就忘了。在一些网友看来，过去的喜剧大师是创造笑料，而今天是将过去的笑话重新演绎。对于吐槽，春晚总导演于磊就表示，我相信春晚不怕吐槽，我欢迎大家更精彩的吐槽春晚，我觉得那是大家对春晚的关注，是对春晚的爱。确实如于磊所说，很多网友都是一边吐槽，一边看春晚，而且下一年的春晚一定也不会缺席。本期小酒馆，然次元就和几位观看央视春晚的小伙伴聊了聊年度春晚保留节目。他们当中，有人对岳云鹏和孙越搭档演出的节目《我的变十分期待，但最后却只发出了变个烧鸡还需要魔术指导的疑问。有人对圆桌脱口秀期待满满，看了节目后直说不该抱有期望。有人庆幸今年不用再抢鸡肋的春晚红包，也有人感慨还是九起有钱。其实，当吐槽成为春晚的一部分，收益的不仅仅是观众了。岳云鹏就在第一时间转发了一条吐槽他们的评论，称过年了，大家乐呵乐呵就好了，吐槽我们没关系，说我们的衣服是对开门冰箱有点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年又一年，吐槽完2023年春晚，还有2024年。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一是鸡肋的春晚红包可能要成为记忆了。从2015年微信牵手央视春晚发放红包以来，今年是第1年没有红包的春晚。在我们家，春晚是每年年夜饭后的既定节目，不管有无看点，我们一家人都是坐在电视机面前一起观看，就图一种氛围，所以有没有红包，并不影响我们看春晚。但微信联手春晚送红包2015年，是我参与度最高、最积极的一年。因为参与方式简单，只需在指定时间打开微信摇一摇，摇到后现金直接存入微信钱包。犹记得当时每到发红包的时间，我们一家人就拿着手机拼命摇。昨天1月21日晚上，我本来想去微信看看我当时领了多少红包，但账单已经太久远了，并不可查。不过，那种氛围和感觉还是记忆深刻。此后，支付宝、淘宝、抖音、百度、快手、京东轮番上阵发红包，但给我的感觉却越来越鸡肋。今年在春晚开播之前，关于互联网企业失约央视春晚红包的讨论就很多，还有猜测抖音、拼多多、美团等企业可能会接棒携手春晚发红包。但到春晚播出，答案已经揭晓，今年的春晚没有互联网企业发红包的身影。从我的感受来说，
互联网企业不再联手央视春晚发红包也好。一是因为从2015年到2022年，互联网企业联手春晚发的红包越来越无味，从真金白银变成了平台优惠券。二是因为互联网企业这2年的境遇也人尽皆知，裁员、降本增效、营收下降，坏消息不停，无法再携手也是情理之中。不过，我还是期待春晚红包，毕竟有一份意外之财，哪怕只是几块几毛，也是令人欣喜的，还能拉高参与感。但按照互联网企业目前的情况境遇，或许春晚红包将会成为一份记忆，很难再现了。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二是，作为典型的春晚气氛组成员，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是年年除夕守在电视机前，看4个小时的春晚之后，敲钟睡觉。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懂事，也不太关心节目效果，只觉得看春晚是图个热闹，图个乐。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愈发觉得春晚的槽点远多于乐趣。尤其是在近2年，我似乎可以从春晚明确看出哪个行业更有钱。记得2021年的春晚，在开播前10分钟的广告里，酒类有12个，互联网公司8个，在线教育7个，稳居广告排行榜前3位。到了今年，很显然，在线教育是不可能再那么豪气了。互联网公司的广告也在临近年底一波又一波裁员年终奖消失的热搜之后，消失在了春晚舞台上，以至于网友纷纷表示，今年广告没有互联网大厂了，互联网但凡有点钱，就不用优化员工了。当然，也不是所有互联网公司都没有钱了，比如极兔快递，不管是央视春晚主持人的口播，还是王宝强的小品，都给我一种2022年快递行业只有极兔赚钱了的感觉。只不过极兔出现在王宝强与网约车司机争吵的过程，就让不少网友吐槽，终于知道极兔为什么这么慢了，原来都在楼下吵架。但与在校教育消失和互联网公司所剩无几不同，今年的央视春晚9起的广告还是那么丰富多彩，其中就包括作为和美好里独家互动合作伙伴的五粮液，以玉兔呈祥春节甄选合作品牌亮相的舍得酒，从2016至2022年均与春晚同台的古井贡酒，以梦想文化为引领的梦之蓝，以及与极兔共同成为小品主角的中国劲酒。以至于为欧阳千里的网友在微博细数白酒。春晚前的广告，白酒占据了大头，古井贡3次，洋河2次，舍得2次，劲酒1次，喜酒1次，汾酒1次，五粮液1次，茅台1次。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三是，这届时候有意思，整顿春晚气氛组。看央视春晚是我家每年大年30的传统项目，今年也不例外。团圆饭一吃完，我们一家人就守在电视机前等着晚8点的春晚了。虽然每年我们都会边看边吐槽，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春晚上收获快乐。我原本对今年的春晚不那么期待，但有一说一，开场的2个节目都很不错，特别是百鸟归巢。无论是舞台视觉效果还是演唱水平，都超乎我意料，特别是节目中途还有动画特效，我家人看了无不连连称叹。但后边的相声节目，直接将拉起的氛围感又重创于地。有意思的是，镜头切向观众席上时，我在一众拍掌欢笑的观众中发现了一位面无表情的小朋友，
小朋友甚至还不耐烦般翻起了白眼。观众席的气氛组还是如往年一般，扮演着领笑员角色，但跟随镜头，还是能挑出一些被迫营业的观众，尤其是还不能很好控制情绪的时候小观众们。而这些小朋友的表现和荧幕前的我如出一辙。小朋友乐开花时候，我往往也是咧嘴笑，而小朋友冷漠脸或者翻白眼时，也恰恰是我对节目情节无感之时。观看节目途中，我也还刷着手机，翻翻朋友圈和群聊，参与到春晚的讨论中。不少朋友都和我一样，发现了观众席上小朋友表情变化，特别是网友还将小朋友的脸部表情 P 成了表情包，在家干点啥不好在这儿受罪。还有朋友发了个网友的动态截图，年轻人的反应还是比较直白的。虽然今年看春晚依旧是吐槽多于赞叹，我坚信明年自己还是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春晚开播，因为我的除夕夜已经和春晚密不可分了。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4是，今年我最期待的就是岳云鹏的相声，但全程看下来，从相声作品的角度来看，我一个包袱都没笑出来；从魔术节目来看，我也没感到有多高深莫测之处。整段作品基本全是老梗，最好笑的一趴竟然是张若昀扯烧鸡。事实上，除夕前夜我就在群里看到了春晚的节目单，岳云鹏的相声《我的变竟然还有魔术指导，瞬间期待值拉满。我还跟群里的朋友调侃，语言类节目现在是真卷呐，相声都开始变魔术了，语言艺术直接变成行为艺术了。除夕当天，吃完年夜饭，全家人准时打开电视看春晚。终于等来了岳云鹏的相声，但我万万没想到所谓变魔术，就是用手绢变出一只烧鸡，更不明白就这还需要魔术指导，桌子下面藏个人不是就可以了吗？在说相声的过程中，岳云鹏说自己有预测热搜的能力，并预测了岳云鹏变烧鸡、孙越捧哏不如烧鸡和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3个热搜。相声节目一结束，我就打开了热搜，果不其然，岳云鹏预测的3个都上了热搜。不过在他预料之外的一条热搜是岳云鹏老梗。我觉得岳云鹏老梗这条热搜是实至名归，冻成孙子了都是多少年前的老梗了，还在玩，感觉台下的观众都尬住了。整个节目看下来，一个好笑的包袱都没有，只对张若昀吃烧鸡有点印象，堂堂一个相声节目，记忆点都要靠气氛组了。更让人无语的是，岳云鹏的相声最后还以超时梗结尾，实在有些尴尬。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4是，今年我最期待的就是岳云鹏的相声，但全程看下来，从相声作品的角度来看，我一个包袱都没笑出来；从魔术节目来看，我也没感到有多高深莫测之处。整段作品基本全是老梗，最好笑的一趴竟然是张若昀扯烧鸡。事实上，除夕前夜我就在群里看到了春晚的节目单，岳云鹏的相声《我的变竟然还有魔术指导，瞬间期待值拉满。我还跟群里的朋友调侃，语言类节目现在是真卷呐，相声都开始变魔术了，语言艺术直接变成行为艺术了。除夕当天，吃完年夜饭，全家人准时打开电视看春晚。终于等来了岳云鹏的相声，但我万万没想到所谓变魔术，就是用手绢变出一只烧鸡，
更不明白就这还需要魔术指导，桌子下面藏个人不是就可以了吗？在说相声的过程中，岳云鹏说自己有预测热搜的能力，并预测了岳云鹏变烧鸡、孙越捧哏不如烧鸡和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3个热搜。相声节目一结束，我就打开了热搜，果不其然，岳云鹏预测的3个都上了热搜。不过在他预料之外的一条热搜是岳云鹏老梗。我觉得岳云鹏老梗这条热搜是实至名归，冻成孙子了都是多少年前的老梗了，还在玩，感觉台下的观众都尬住了。整个节目看下来，一个好笑的包袱都没有，只对张若昀吃烧鸡有点印象。堂堂一个相声节目，记忆点都要靠气氛组了。更让人无语的是，岳云鹏的相声最后还以超时梗结尾，实在有些尴尬。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5是看完今年的脱口秀节目，我只能说是自己期望值太高了，即便是及格就行。我算是个出街的脱口秀爱好者，除了看线上脱口秀长视频节目外，这几年我还找机会去脱口秀线下开放麦现场进行了体验。在2022年得知王冕和大张伟上春晚表演脱口秀时候，我异常兴奋。毕竟，一方面王冕确实很擅长音乐脱口秀，另一方面也很期待脱口秀与春晚舞台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但结果很难让人满意，当晚的王冕确实带起了气氛，但效果表现也真的尬出天际。今年春晚，当我得知还有脱口秀节目时候，我第一反应是肯定很尬。但细看表演者名单上的赵小慧、邱瑞、何广智、徐志胜时，我又期待了起来。毕竟这几位都是我很喜欢的脱口秀演员，我觉得有这几个人坐镇，效果无论如何都不会差强人意的。但看完之后，我只能和家人面面相觑，家人对脱口秀形式不了解，看不懂节目，而我则纯属是觉得这个脱口秀节目不太像一个正经的脱口秀节目。一开始看到4位脱口秀演员都没上台时，我还想着梗输出会密集一些。其实赵小慧的打工梗还挺不错的，但是越往后越觉得几位脱口秀演员都很紧张，然后就是镜头对脸拍还是让我有些接受不了，总觉得怪怪的。而且傻贝宁和撒贝宁的谐音梗，我自己听出来了，但我身边人都没反应过来，还是有点可惜了。总的来说，就是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虽然知道上春晚的脱口秀很难有梗，但这节目也和脱口秀太不沾边了吧。明年春晚再有脱口秀节目，我应该不会期待了，看脱口秀还是要去现场看。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6是没有流量，春晚秒变种草场。最近几年，流量明星扎堆的春晚已经成了我05后侄子侄女们的新宠。年夜饭吃过，能让他们安静的在小板凳上排排坐的唯一魔法，就是春晚里的哥哥姐姐。在我们一众大人迷茫认脸时，他们已经开启了粉丝模式，不但要用手机全程录屏，还要分享抖音，附上一句哥哥好帅，姐姐好美。不过，不像往年春晚热衷请易烊千玺、王源、王俊凯、张艺兴等流量明星，今年春晚流量明星锐减，迷茫的人反而成了侄子侄女。除了开头一区花开种花家，群星汇聚让他们短暂陷入星星眼的激动状态，苦苦等到近10点才等来了杨紫的小品，
一个个撅着嘴变成了闷葫芦，为什么不请我哥哥呀？好无聊。以往沉迷于舔屏的他们，倒是吐槽的比往年的我还厉害。与他们相反，今年的春晚去流量后，不少节目的画风少了合家欢式的拼盘演唱，多了大气又有风格的歌舞节目。而看到赵文卓、苏有朋等堪称童年记忆的明星出现时，我更是有些压抑不住的激动起来。在侄子侄女好奇的眼神里，我索性向他们科普起这些我小时候的流量们。在赵文卓帅气的舞棍动作里，侄子侄女们也不由得看直了眼。一场节目演完，令我啼笑皆非的是，我的童年偶像赵文卓，在侄子侄女眼里，也从那男的是谁秒变这个哥哥好帅气。其实，流量上春晚早成了常态，迭代不可避免。一代人眼中的流量，也许正是下一代眼里的老艺术家。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七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春晚对我们来说，除了喜迎新春外，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节拍器。因为春晚开场舞都伴着热热闹闹的背景音，我们会先打开一瓶啤酒干杯，问声新年好。之后大家再坐下来热热闹闹的看完开场舞，等到第一个语言类节目的时候，就一边看一边和亲朋好友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拜年。等到相声节目表演完毕，我们也拜完年，收完红包了，我们就开始准备饺子馅了。等面醒好，就听着音乐，开开心心的包饺子。所以春晚的开场舞就像是一个激情满满的开关一样，让大家感觉新年真的来了。不过话虽如此，但今年春晚的开场舞一开始就给我尬住了。比起往年4、5个人主唱，今年春晚开场舞整了个大杂烩。从成龙、秦海璐这些影帝影后，到赵丽颖、秦岚这样的80后大花，再到吴磊、白宇等小鲜肉，就连武大靖这样的奥运冠军也一股脑的堆到了开场舞。每个人带着颇有素养的微笑，唱2、3句歌词，镜头就晃到了下一堆人。我妈听到开场舞，3步并作2步从厨房冲了出来，手里端着刚刚切好的猪肘子，镜头一晃，她就喊道：“这不是赵丽颖吗？好瘦！”再一晃，她又喊：“吴磊都这么大了。”一个春晚开场，被她看出了看图识人的架势，还没等场子炒热乎，开场舞就结束了。接下来的节目就是大老师和张若昀的口水歌，甚至比开场舞还让我觉得尴尬。所幸我家电视在这个时候卡顿了一下，信号重新连接上的时候，谭维维的百鸟归巢已经开始了。老实说，百鸟归巢声音一出，我就暗暗觉得这可能是今年春晚的全场最佳。看百鸟归巢，银河5金翼，歌词大气的恰到好处，加上舞台效果，完全将开场舞的尴尬一扫而光。不过看完百鸟归巢没多久，邓超就上台了，一袭白衣在一堆花花绿绿的伴舞中显得格格不入，独自灿烂的舞台表演和歌曲风格也似乎不怎么对味。最后主持人一句谢谢，动如脱兔的邓超，让我们全家人笑出了声。话说回来，即使略有吐槽，但过春节、看春晚、吃饺子，这似乎已经成了每个中国人不用言说的默契。每年不论我们在忙什么，到了大年30的晚上8点，大家都会放下手里的牌，端着合到一半的饺子馅，到电视机跟前等着开场舞。因为在我们看来，它是充满仪式感的新年序章。今年的春晚也一样，也许略微尴尬，但仍能欢声笑语。
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